就是这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匈牙利事件最后一个结果呢，是让苏联感到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呢，就越发需要这样一种国际组织形式。因为大家都各想各的，各干各的，这社会主义阵营还怎么巩固，怎么发展？但是毛泽东又不同意这个搞联络局，所以苏联就表示就可以，那就按中国的意见办吧，开会解决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就是57年初，因为苏联呢迟迟没有答复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最后确定说是到底是办这个搞这个联络局啊，还是说以后开会解决问题。所以周恩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就57年1月，周恩来去莫斯科，他主要是帮助苏联解决这个波匈事件的善后工作。因为这个波匈事件结束了，暴乱什么这个暴动呢也都给平息了，但是苏联跟匈牙利和苏联跟波兰的关系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比如军队的问题啦，煤炭价格的问题啦等等，很多还有顾问到底撤不撤等等。这样呢，就是苏联就希望中国的帮助来解决这些问题。原来是请毛去，毛当然不能出面给你解决这些事儿，后来毛就让周恩来去。这样周恩来1月份就到了莫斯科，这个事儿处理得非常好啊，周恩来就穿梭外交啊，一会儿到华沙，一会儿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布达佩斯，然后又回莫斯科，一会儿组织双方会谈，一会儿组织3方会谈。总而言之，周恩来凭借他个人的这种外交这个手段，总要把这个事儿办得比较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周恩来呢就委托彭真去找铁托谈这个共产党开会的事儿。当时呢，彭真率领这个人大一个代表团在南斯拉夫访问，后来周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你啊私下拜访一下铁托，问问就是如果召开一个世界共产党的会议，由中国跟南斯拉夫共同发起，还是不是愿意？当然中国怎么考虑的我没看到材料，但是这个材料是很实在的，因为除了周恩来年谱里有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的这个日记里头都记载了这件事儿。而且我在南斯拉夫的现在南斯拉夫的这个档案当中也看到了这个提到了这件事儿。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呢其实这会儿也要急于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这种混乱现象。你苏共20大折腾一个过，然后又是这个莫洛托夫这个反党事件，然后又是波匈事件，就没完没了的这个折腾，这5、6年真是像毛讲的是多事之秋啊。所以他很希望立刻稳定下来，通过开会的这种方式。那么既然苏联不答应了，他就找这个南斯拉夫。结果南斯拉夫呢铁托不同意铁托就认为开这个国际性的这种大会呢不好，有什么问题双边解决，涉及咱俩的问题咱俩谈，涉及你们俩问题你们俩开会，你不要搞这个。从南斯拉夫当时的考虑，南斯拉夫跟这个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刚刚恢复，55年恢复关系，什么赫鲁晓夫表示承认错误啊，那么铁托的态度呢，就是既要跟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关系，他又不想完全进入社会主义阵营，他想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就是后来他发起的所谓不结盟运动，他不愿意加入任何一个盟国，所以他不想开这个。从现在的材料上看呢，就是中国当时是得到了这个信息的，因为他跟彭真谈话，彭真呢也通知了周，
但是彭真回来路过莫斯科的时候呢，跟赫鲁晓夫说的话非常含糊。就根据这个他的，我是看他的那个当时那个谁给他当翻译嘛，这个严明富给他当翻译，哎，他含含糊糊的说这个铁托也同意开会。其实铁托是不同意，铁托同意开双边会，不是开一个全世界共产党的大会。那么这样子，当他们回到北京了以后，苏联就来了封信，说同意开会解决，就由中国来主持。但是毛呢回信说，这样子会议呢还是苏联来主持，但是呢，事先要搞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我们可以参与意见，就搞一个宣言，大家共同认可的，把一些这个苏共20大以来的争论的一些问题啊，一些糊涂的认识啊，模糊的观点，把它搞清楚搞出那么几条来说明，这是我们各国共产党要统一遵循的这样一些原则所以后来苏联就开始准备这个嘛，这个还是按照苏联先准备，然后中国提意见，最后双方讨论，把这个宣言拿到会上去。其实莫斯科会议整个会议就是围绕着这个宣言，而这个莫斯科会议这个宣言也成为了后来一直到这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中苏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就到底莫斯科会议这个宣言是个主要精神是什么？所以对这个宣言，当然大家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到，这个早就公布了但是对它的形成这个过程很多人不太清楚那么这个宣言呢，基本上反映了中苏双方两边的看法都反映在这个宣言里头。是9月25号的时候，这个苏联把这个宣言交给了中国，就他们起草的。后来毛就委托邓小平胡乔木修改，修改了几天，改动量非常大。就原来苏联写的很长，后来中国给压缩了。但是基本的观点，按毛跟这个尤金谈话的记录看呢，认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有几条，需要修改。一个呢，就是在宣言当中不要提这个，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事件了，这是你们内部的事儿，你不要到国际大会上讲而且对这个犯错误同志要宽容不要再提这个了。另外，这个对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的一些提法呢，毛呢表示中共要提一些限制词限制的说法，也不是说将来今后就都是和平共处，都是和平过渡，它也有武装斗争的可能也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所以你这个提法上不能太绝对，等等。原则上没有大的改动，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我们现在看的材料和当时人们的感觉都是中国好像很不同意这个宣言。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前去？毛是比别人都提前去的。他原来的计划是11月7号是十月革命节。十月革命节那年正好是40周年大庆，所以全世界共产党领导人都去，然后庆典完后就开那个大会，这么安排的。但是毛呢2号就去了，为什么呢？他就要盯着苏联修改这个宣言，因为主要的将来的会议就是讨论这宣言，只要这宣言通过，那个就是将来所有国家共产党行动的方针准则。所以这个弄得不好，这个等于这个会开的就没有意义，所以毛就提前去了，提前去带着邓小平一干人马去那儿开了几次会来讨论这个。从会议记录看
开始我总不明白，我说他们讨论半天好像没有什么改动嘛，老是这个围着一些词语在打转转。后来我才领悟到，这是主要是个什么问题呢？主要是苏联原来把苏共20大的纲领写到了这个宣言里头，毛呢是反对的。毛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个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纲领、总的原则，不能以某一个国家的这个纲领和原则作为代表。但这话呢，他又不好直说，因为当时这个现在反正看记录里头是没有，是后来开完会回来，中共党内开会，杨尚昆的讲话当中谈。后来吴冷西的回忆录也谈到这个问题啊，你就能知道，就是当时很多话在桌面上是不好谈的，我只能让你领会我的意思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将来你们搞研究，就是你这个看档案看文献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是很费神的，你看了半天你不知道他究竟想说什么，他想，因为很多外交辞令啊，或者一些客气的话掩盖了他想说的那个本意。这围绕莫斯科宣言的这个讨论就特别明显。所以在这个宣言最后讨论到都已经这个要开会了，11月5号6号双方还没有最后谈定。最后邓小平出了个主意，说我们写一个备忘录表示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备忘录是什么呢？就是写的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提法的意见。他那个意思啊，那个当时没有公布，是后来63年好像中苏论战的时候这纲领公布了。他的意思就是讲，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只靠和平过渡，就靠议会选举来夺取政权，而主要应该是武装斗争。因为武装斗争是10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啊，议会夺取政权还没有这个经验，还没有，就是只是现在有这种可能。所以你不能说他的意思就是苏共20大的纲领过分强调了和平过渡，而忽略了武装斗争，大概讲了这么个意思。但是他这个话呢，在那个莫斯科宣言里头基本上都反映出来了。莫斯科宣言写的其实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你把两个对照一看你就明白。那为什么中共非要搁一个这个备忘录交给苏联呢？它里头就差一句话没写，就是你不能把你们苏共20大这个纲领直接写到莫斯科宣言里去。最后苏联明白了，说要不然这样子，除了提这个苏共20大，我们提一下中共8大啊，就是在苏共20大和中共8大的什么方针指引下怎么。当然这话说到这儿呢，中国也不能接受，说算了。那么最后呢，中国做了个让步，就是实际上宣言呢还是说明了苏共20大的这个提出的新的路线、新的纲领是正确的啊。在这个情况下，人们讨论的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原则等等，比如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啊，因为这些观点跟原来的列宁主义和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完全不一样。按照原来马克思主义的认为，原来的列宁的提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苏共20大以后，共产党的提法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个战争主要指的是世界大战，是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的那种决战，不是说局部战争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一方面双方通过这个妥协取得了一致，
啊，表明，因为最后这个纲领提交大会的时候是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共同讨论的结果，提交大会讨论的，所以成为中苏这个政治合作的一个经典之作。但是这里边呢，也隐藏着、埋藏着这种分歧。后来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追根刨底又追到这个问题上。这是那次我们讲这个中苏大论战的时候，很多问题其实根儿都在这儿啊。那这是一个从组织上讲的，反映出这么一个。再有一个，从这个中苏两党的地位，在莫斯科会议上是特别有体现，就是中国的地位呢，已经跟苏联是平起平坐。按照当时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就这会开完以后，中央情报局专门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评估报告，就是对这个会，应该怎么看。其中有一条，就是中央情报局就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苏联，特别是毛的个人的威望和中国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话语权。他这话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会议的过程啊，你就能知道。这个毛啊，通过几件事儿，已经在这个苏联党内，在东欧各国党内的这个威望呢，这个与日俱增啊。所以赫鲁晓夫对这个毛的到来呢，是非常看重的。他很早1年多前，他就问中国人，到底毛泽东参不参加这个40年大典？毛就一直就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老说啊，这到时候再看吧。他到时候再看，赫鲁晓夫心里没底啊，你到时候他又不来，那整个就黯淡无色了。毛泽东要不来，那还有什么意思呀？别人不来都可以。所以他一个劲儿到这个3、4月份的时候，中国透了个信息，说如果毛去的话，这个就不对等了。为什么呢？说毛泽东已经去过一次了，他不是50年初去了一次吗？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访苏啊。此后苏联没有最高领导人没有来访华呀，他这个只是形式上啊，不是指实际上，因为实际上最高领导人，你像这个赫鲁晓夫、布尔加宁54年来过的嘛。他指的是这个，因为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形式上是那个中国叫全国人大委员会那个委员长，苏联是最高苏维埃会议主席，谁啊？弗洛西洛夫啊，从名义上说他得来，因为毛当时是作为这个什么什么政协主席，什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去，所以后来苏联马上就派那个谁访华一趟，莫洛托夫，这样4、5月份不是莫洛托夫错，弗洛西洛夫就来了一趟，这样子中国就没有什么话说。当然后来这个在57年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毛呢主要精力在这个反右，这个咱们没时间讲。其实这个反右跟那个波匈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就后来，因为毛原来为什么是主张开放啊，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后搞这个开门整风，最后突然转向这个反右，跟这个波匈事件有很大关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集中精力在处理这些国内的事儿啊。那么一直到7月份，反右呢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他就把这事儿交给邓小平了。回过头，他又在考虑这个国际公运的事儿。到9月份，9月初，中国答应说赫鲁晓夫说这个毛泽东去这个莫斯科。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就特别高兴，哇，就
精心的布置安排。那你看有几件事啊，就说明当时毛的地位很不一样。一个，人家这个苏联专门派苏共中央书记和外交部副部长到伊尔库斯克去接毛。伊尔库斯克是中苏边境的一个在苏联的一个城市，因为当时飞机得到那儿加油，专门去接毛，飞机都不下啊，说天冷，他说我不能，我出去该感冒了，我不去。然后人家上飞机得来觐见，觐见完了再下去，人家飞机再走。然后本来呢，苏联安排的是红场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然后夹道欢迎一直进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毛取消，说这个天冷，说你们那儿忒冷，我这个不行，我坐不了敞篷车，你搞那个欢迎有什么用？结果也取消了，而且这个红场上本来安排他一个讲话发言，他交了个书面的，说你们就照这念一遍算了，他也不讲。这些呢，当然苏联也都没提什么，知道他这个怕感冒，所以在安排毛的住处的时候，人家别的人都在列宁山，列宁山有很多别墅，你知道吗？一栋一栋的别墅，在莫斯科的那个郊区，各国领导人都住在那儿。中国当然在那儿也有那个单独的这个住所，但是赫鲁晓夫专门把毛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就是怕他感冒。说他跟王东兴说啊，说你看说当年沙皇就住这儿，一开门那边就是会议大厅，从走廊就过去了，见不着风见不着雨的，特别是什么？你看，还这个毛住在那儿，人家那沙皇啊是睡那大沙发床，哎呦，特漂亮，支几个大帐子。王东兴一看说不行，撤了。为什么呢？说主席他只睡硬板床。不睡不了沙发床，毛就睡那硬板床，而且他那硬板床还是斜的，他不是平的，他是往一边倾斜。他们解释说，因为他是一半睡，一半是放书，放一堆书，就怕那个书兜倒了砸着他，就往这边斜着。后来赫鲁晓夫说行，那赶快换个木板床吧，这把这搬走，换了个木板床。光这还不行，说那主席还有一个毛病，他上厕所呀只能蹲着，他不会坐着上厕所。这赫鲁晓夫就难了，说我们这全是抽水马桶啊，没有蹲坑啊。那你们想办法解决一个。哇，这苏联人想来想去，终于想一招，弄一堆沙子水泥，把那个砌了个台儿，把那马桶给埋在里头了，中间剩一坑。这都是细节，包括还有开会。你像专门给毛安排了一次这个接见，就是莫斯科的社会名流啊，其他各国领导人都没有这种待遇，没这个机会。所以他在这个莫斯科呢是非常轰动的，而他到那个他在那个就是40周年庆典检阅的时候，是站在最中间，跟赫鲁晓夫一下那个观礼台，把那群众全都拥上来。我想这一定是苏联安排好的，就跟文革，你看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走下这个天安门，在那个金水桥上，那找文的人的忽悠全都围上来，那个感觉是很不错的。所以这个你从这些细节就可以看出来，当时苏联人的这个安排啊，对毛呢已经完全是特殊的待遇，特别的待遇，已经远远的在其他各国领导人之上，就各国共产党书记之上。那么在这个会议过程当中，毛呢他也同样，其实因为他自己呢虽然在中共党内和毛本人来讲，当时已经知道，他们也认为中国呢的现在中国党的地位已经能够和苏联平起平坐，甚至在理论问题上，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还要超过苏联共产党。这个你看内参有大量的材料
就当时中共各级干部的这个对国际事件的反应，其中都讲到这个问题。你看有的报告说这国际共产主义早就应该由中共来领导了，苏联已经没资格了，就类似这样的话在高层和中层干部当中，我指的中国的都有反应，就说明当时不仅毛本人，就中国的干部都有这种感觉。但是毛脑子里很清楚，你这个当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指挥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还是缺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不强啊。所以毛呢，在会上呢一再强调了一个问题，叫以苏联为首。他为什么这么强调？我想是基于2点。首先一点就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巩固。因为在所有共产党的理念当中，他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这个领导是谁？将来是可以改变的，但必须得有一个。这就是毛在会上所说的，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蛇无头不行，就是说这蛇没脑袋它怎么走路啊，是吧？说大海出去没一个船长怎么行啊，谁指挥啊？讲了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毛提出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很多国家，你包括除了南斯拉夫不讲了，你包括这个波兰、匈牙利等很多国家呢，都对苏联呢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特别是对赫鲁晓夫，一个对苏联的政策不满，另外对于赫鲁晓夫这个能力有怀疑，所以毛出面去做这个工作。让大家接受以苏联为首的这个说法。最后经过他反复的做工作，最后还是接受了，而且那个宣言上也写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等等这样的词也上去。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个意思，为什么呢？就是毛是主张这个原则的，就必须得有为首的。因为当时赫鲁晓夫都有点不好意思，哎呀，说毛泽东你别老这么说了，说我们这个就不行的，要不然以中苏什么苏联和中国为首，什么什么什么。毛说不要，你不要客气啊，你就是说没关系，你不行我帮你嘛。说一个好汉，这个3个帮，一个篱笆3个桩啊，这个什么红花要绿叶来扶持，给你讲了半天中国的古话，他意思就是我在这看着你，你就在上好好干，不行呢我就帮你一把，在我帮助下你是可以干好的，就这个意思。所以赫鲁晓夫开始没明白，59年他明白了，说我好容易总算弄明白你当时什么意思了啊，不是说什么以苏联为首，他说我们说句什么话都得问你同意了我才能说，所以以苏联为首是表面的，背后是以你为首啊。毛确实有这个意思，所以表面上他都是讲以苏联为首，但是实际上苏联哪句话没有经过毛的同意是不能讲的，特别是在会议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这个南斯拉夫的态度，因为南斯拉夫实际上铁托还是没来，除了他没来，卡德尔来了，吉拉斯来了，就他们的2、3把手都来了，第1把手没来，但主要是是铁托还是有刚才我说那个担心，他不想一下就落入到这种政治同盟当中来，所以这个南斯拉夫也没有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莫斯科会还搞了一个和平宣言，和平宣言
是比较缓和，就更原则一些，更这个宽泛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有60多个党，大多数党都没有执政，执政的只有这12个共产党，欧亚这12个国家。所以这12个国家搞的是这个莫斯科宣言，那个64国共产党那个叫和平宣言。后来南斯拉夫等于就在和平宣言上签字，没有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对这个呢，赫鲁晓夫特别不满，就认为这个铁托太不给他面子啊！我都亲自到南斯拉夫去承认错误，恢复关系，结果请你到莫斯科来，你不来，就等于给他个人这个很没这个脸上很无光嘛，弄了他。所以赫鲁晓夫后来对南斯拉夫特别苛刻，也不搭理他，主动。所以你看南斯拉夫那个大使大使写那日记，他讲，他说整个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莫斯科度日如年非常尴尬，也没人理他。毛一看，只有毛泽东经常关心南斯拉夫同志表示慰问这个会议上还专程的拿着酒杯去找谁呀？这个卡德尔喝酒说我看你们也是黑头发嘛，跟我们都差不多，其实差远了。但是卡德尔听完了心里一热呀，说毛主席为什么故意到这儿来说这话？他肯定是有含义的，他我们还是同盟嘛，是吧？所以他就说希望去拜访毛泽东，通过翻译。本来他认为中国可能会不搭理他，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毛主席盛情邀请，所以后来弄得南斯拉夫人呢，反而跟中国呢关系特别好。在这里头你也能看出来，一方面他也是要把大家都拢到一块儿，维持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庭的这个团结的气氛嘛。但另一方面呢，也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作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就他的那种宽容。你看跟赫鲁晓夫一比，赫鲁晓夫老当面骂人家，赫鲁晓夫这人说脏话，那文化吵着吵着激动，他一下那就往外蹦那工人语言所以毛一讲话显得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就是所以这是一个方面这些方面都反映出什么呢？都是讲这个会议的就反映出中苏合作的紧密的那一方面。主要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毛的这种态度，说话的态度让人家觉得很难接受比如说毛别人讲话，人家都拿一稿子跟那个主席台那念然后提前把稿子交给苏联，人家得组织第二天要登报发表的。毛讲话从来没稿子，都是即席发言，弄得那个苏联那些这个会务人员非常紧张，因为你当时记录，当时翻译，然后还得校对，弄很紧张，因为第二天马上要见报的，甚至当天晚上就要广播的。而且毛这个讲话呢还口无遮拦，想说什么说什么。18号那天讲着讲着，突然讲说同志们，我讲团结的问题。谁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团结？最近苏联党内发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怎么着就数落开了，然后说这是2条路线的斗争怎么希望苏联领导人呢要采取宽容的态度，要团结同志。知道怎么团结同志吗？当时中国共产党怎么做的话就教训起来了。这苏联人一听非常不高兴，说本来宣言里头写这段您不让写说会上也不许提，说我们苏联人自己都不提，你到大会上说起来了，而且数了这个点评苏共党内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弄。你当时因为他不是坐在那后边讲话，大家都回过头来看他，米高扬腾就站起来了，怒视毛泽东，大家全愣了。过了一会儿，
他也不做酒，来回走来走去在那儿。所以这个人家当时吉拉斯就给那个苏联不是南斯拉夫代表团就写了个条子给那个卡特尔说，你看这个中苏之间争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这个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毛讲这个关于原子弹的问题。因为当时原子弹这个事儿呢社会上嚷嚷得很凶，毛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认为呢说原子弹并不可怕啊，真要打起来也没什么，说这纸老虎啊什么真老虎，他原来一直有这观点。但是他当时说那个话说得很急，翻译呢也是没有，就完全是照字面翻译的。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原子战争真的打起来并不可怕啊，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呢。他说中国6亿人，就算死一半，我们还有3亿人社会主义照样干。这东欧这些国家领导人听完就非常害怕，说中国共产党什么意思呀？死一半人呢，我们才1300万人啊！你们死一半没关系，我们就全没了，民族就灭亡了。当然，其实毛说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真的要什么死一半，对吧？这中国人是能理解，这里有翻译的问题，但实际上也有毛泽东对这个国际局势的看法问题。像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毛怎么说什么话都是从战争的角度出发。对了，毛认为呢，就是战争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呢，社会主义的力量可以打败资本主义，所以他觉得并不可怕。那么这个讲话引起，当时当然没有往外传啊，所以外边都不知道。这个后来这话传出去也是中苏论战的时候才见了报。但是当时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内确实引起了一片恐慌，都不知道中国到底要搞什么啊！27亿人死一半，多少人？13亿5啊，都不算什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没时间讲了。总而言之，这个在莫斯科会议当中呢，也反映出中苏双方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的看法。包括这个经济上，苏联提出15年超过美国，毛马上提出15年超过英国，都是跟苏联在较劲。所以后来才出现了我们讲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也可以为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指出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这个桥梁，这个桥梁是中共缔造的，所以将来中共才有资格、有能力来领导整个社会主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这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最后他的感觉。从这个建立，然后到走向蜜月，然后出现了分歧，最后到分裂。这中间有一个阶段，就是什么时候出现分歧的，在哪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啊？那上次我们讲了说，不是1956年，是吧？也不是1957年啊，是什么时候呢？是1958年。1957年那个莫斯科会议，就上节课我们讲最后讲的那个，它是预示着要有一些分歧了，因为他们开始谈了一些毛泽东讲的一些东西，开始跟这个苏联的一些设想不太一样了。但是在1958年的上半年啊，还没有显示出来中苏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分歧啊。你比如说这个1957年底12月20号，我看到一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给这个苏共中央写的一封信，双方要建立什么呢？要建立这个联合国防办公室，就是统一这个中苏双方军事的什么武器的制式啊，交换情报啊，互相这个搞联合训练啊等等。
还有这么一个设想啊。那么在外交上呢，这个58年上半年，主要是双方对这个南斯拉夫的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啊，就是认为南斯拉夫有修正主义的倾向啊，要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我们对南斯拉夫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等等。总而言之，到1958年上半年的时候，没有显示出中苏双方在什么重大的问题上有分歧。那么问题呢，就发生在1958年的下半年。那过去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中苏分歧呢，主要是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啊，说在这个问题上呢，苏联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毛泽东呢奋起捍卫中国的主权，所以双方发生了重大分歧。这个说法啊，现在看来是站不住脚的。58年的7、8月份，就7月底，7月31号到8月4号，赫鲁晓夫确实到中国来了一趟，毛泽东也确实发过火，但是呢，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那我把这个过程给大家讲清楚。所谓联合舰队问题和长波电台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的海军建设呀，1954年的时候用的是苏联原来那套图纸啊，就是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海军的装备也好，图纸也好，都是二战前或者二战结束时候的。那么到了1957年底呢，苏联核潜艇下水，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消息，后来被中国海军知道了，所以中国海军呢就向周恩来提出要这个引进苏联最新的设备，包括导弹潜艇、核潜艇、核技术等等。周恩来就跟这个苏联讲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在苏联核潜艇试航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核潜艇续航能力非常强，大概一次这个，因为它用的是核燃料，所以它可以走出去1万多海里，就可以从这个旅顺港一直到印度洋。但是有一个问题，它这个联络成问题，因为当时还没有那个叫什么叫卫星人，这个通讯卫星那样子的，它只能呢就是靠这个电台建立那个雷达站，然后不断的传递这个信号。所以呢，它需要在就是南太平洋或者印度洋要建立这个一个大功率的那个长波电台。后来苏联海军呢就提了个建议给中央，苏共中央，说这个他们考虑要在2个地方可以建，一个在印度，一个在这个中国的海南岛。后来赫鲁晓夫说呢，说印度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苏联和印度的关系特别紧张，就是到1955年以后呢，苏印关系才开始缓和。所以赫鲁晓夫呢，他不想因为这件事儿引起印度的不满，所以他说印度就你们不要考虑了。但是在中国没问题，说中国呢都是咱们兄弟啊，说我去跟他们讲没问题。那么这个时候这样双方都有一个需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些问题。当这个苏联国防部提出要在中国建的时候，建这个雷达站，就这不是雷达站，这个长波电台，他说的是呢是苏联出钱，因为是苏联使用，他说苏联出钱来建。那么当时报的这毛就很不高兴，是他苏联出钱什么意思？他们是不是又要搞这个股份公司不用他们出钱。但是彭德怀把这个信息传回去，这苏联人大概是没理解，所以第二次说这样，我们出3/4，你们出1/4。这个中国还不干，后来苏联说
我们怎么都能白用吧？这样我们出一半，你们出一半。这个毛泽东就很生气，说你没完没了，非要出钱，什么意思？现在看这个文件是看不出这个，因为他们都是来回这个打的电报，但是很可能我觉得是误会。作为双方两个盟国是吧？要说他在这儿建一个传播电台呢，也没什么啊，这个涉及不到主权问题啊。你要说主权问题，那你这个在东欧苏联的部队那么多，中国也从来没提出说这是涉及到主权问题啊。而且这个类似这样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呢是司空见惯的啊。毛呢主要是就是他个人情绪上有一些，他认为那个你本来你们已经把这个4个股份公司都还给中国了，都取消了，现在是不是又要搞这个？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中国的要求呢，苏联呢也不大满意。他心说怎么我们刚发明点东西你们就要？这个核潜艇刚下水，这中国就来要新技术，不大情愿呢，他也不好意思说这样子吧，说你们要不然你们派官兵可以上这个潜艇，先培训嘛，就是这么搞个联合舰队，就大概提了这么个想法。这个想法呢是这个谁？是这个尤金啊，他回莫斯科开会，开完会回来以后，他这个7月19号他回北京，7月21号他回北京，然后跟这个毛讲的，一讲完毛就大发雷霆，说又搞什么联合舰队，你是要控制我们，把那个尤金呢给骂的这个狗血淋头。当时尤金出一脑袋汗，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不至于吧，你不同意就算了嘛，我们只不过提个建议嘛。你看那个，因为这个毛跟尤金这个谈话呢，在毛外交文选上有，大家可以去看，非常长的一段数了他们半天，说你们就是看不起中国人啊，没你们我们就不行啊。我说了一大堆。结果弄得尤金呢回去赶快夜里就给这个赫鲁晓夫打电话，说这个出大事了啊！因为毛说了句什么，说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你们想要中国的海岸线，我把1万公里海岸线都给你，我一个人上井冈山去。说的非常严重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尤金呢就跟赫鲁晓夫讲说，他认为这绝不仅仅是个联合舰队的问题，一定是中苏关系出了大事了。让毛怎么说这话？他上井冈山什么意思？打游击吗？就是啊。赫鲁晓夫一听呢也很着急，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怎么了？是不是你说错话了？说尤金吓坏了啊，然后说还是我去一趟吧，我来当面跟毛解释。那这个时候这个毛发完了这通脾气以后，这会儿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搅在一起了，就是这个炮击金门的事儿啊。因为炮击金门这个事就是要拿金门，第一次这个台海危机的时候是主要发生在这个福建沿海啊，后来解放了一江山岛啊，什么大陈岛什么的。按照这个当时国防部的这个战略部署呢，他就是等着，因为什么当时没有，虽然这个打了几炮，但是没有采取什么更大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因为福建呢当时没有机场，也没有铁路，所以当时国防部就讲了，说等这个机场和铁路建好了，再开始进攻金门啊。那么到了58年的这个7月份，这个英厦铁路通车了，然后飞机场也建好了，这样子。彭德怀国防部呢就给这个中央军委打了一个报告，说这个进攻金门的战役可以开始了。7月14号的时候呢，
毛就下令说那你们就打吧，啊，而且说这个就不用再请示了，你们就组织前敌指挥部就在福建就地指挥就打。突然到这个20几，就是尤金来了以后，22号吧是20几号，毛打了个电话给这个彭德怀，说那个金门战役取消。当时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因为这个军事行动它是军令如山呀，他命令都下达了。我到那个福建档案馆去看过那个材料，这个前敌指挥部都讨论怎么打战役什么的。那突然取消，彭德怀也不知道，这个总参作战部都一头雾水，谁都不明白，也不敢问。彭德怀还问了一句，说什么原因啊？毛说什么？说这事儿不着急，什么时候想打都可以。这不叫解释啊！你这个军令都下了，你怎么说什么时候打都可以？你都本来已经授权给这个前线指挥部了，为什么？因为赫鲁晓夫要来，所以呢，这个赫鲁晓夫呢，7月31号就秘密到达北京，两个人就开始谈。现在这个谈话记录呢，也都出来了，俄国的和中国加一块一共谈了4次，7月31号、8月1号、3号、4号，最后一天在飞机场谈的。现在通过这个谈话记录看，除了第一次毛也是侃侃而谈，讲了很多这个苏联专家的事儿啦，反正一些不大满意，联合舰队，就是赫鲁晓夫解释半天，说我们没有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意思啊。因为赫鲁晓夫来的时候呢，他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他带着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来的，还有很多人。后来这个长波电台大概8月初吧就签了这个协议，这个很简单的谈了谈，就没有什么，就不出钱而已嘛，那不出钱就不出呗。因为毛说呢，说是我们自己这个造，你就提供点技术就行了，我们自己出钱，完了以后两家都可以用就完了嘛。赫鲁晓夫一想，这不挺好吗？那就这么着吧，本来想给钱，你不要算了啊。所以这个长波电台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联合舰队呢，毛的意思呢也是跟赫鲁晓夫说你要给我们管你要援助，你要给呢你就给，你不给你也别拿联合舰队来糊弄我。赫鲁晓夫行，那咱就不搞。我说本来也没那个意思，说那个那就你们要什么，你看咱们就通过谈判解决。这后来这个中国海军派了个代表团去，到59年2月份呢就签订了一个协议，把除了核潜艇技术以外，其他的技术都给了中国，像导弹潜艇啊什么，就是当时苏联最新的技术。所以这个问题呢等于也解决了。所以总体来看，这个关于这个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呢，并没有构成中苏之间的分歧，但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就那几天的事儿嘛，谈了谈，双方把情况一谈清楚就完了。那么真正引起分歧的是什么呢？是赫鲁晓夫刚走没几天，毛有通知马上炮击金门。因为炮击金门这个事儿啊，就是再一次引起了远东的危机啊，那美国要干预嘛。这个苏联的政策呢，苏联的对外方针呢是希望和平啊，不要闹事儿，咱们就主要是搞建设，这个和平共处就完了。而毛现在的思路呢变了，他认为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大过资本主义阵营，所以应该到处打他，能打就打。这是战争危机呢，没有什么坏处。战争引起革命吗？他是这么一套思路。所以炮击金门这个事儿呢，他事先没有跟赫鲁晓夫讲，不但没有跟他讲，而且特别怕他知道。但是呢，毛又想
让外人呢认为赫鲁晓夫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毛还是担心如果进攻金门的话，美国要干预怎么办？他曾经跟作战部问过，说你们这个炮击金门，这大炮能不能只打这个国民党军队，不打美国人？你说那炮弹没长眼睛，那哪管得住吗？这果然第一炮就把美国顾问打死了。毛呢比较担心这个，就是如果美国要是干预，会影响到这个他的军事行动，所以他把赫鲁晓夫这件事儿呢，就是秘密来中国这件事就给公开了。8月3号大家都谈完了，谈得挺好，是吧？因为后边的是大家把两个领袖嘛，把原则一定，后边就是那些谈判他们就不管了。赫鲁晓夫就要走，毛说你这个明天我到机场送你去，我不但我送你去，我请这个在京的这个外交使团都送你去。赫鲁晓夫非常惊讶，说我来是秘密来的，谁都不知道。他说你秘密来可以公开走吗？他不但这个公开走，他说咱们还要搞一个联合声明。我起草了一个联合声明那联合声明其中讲了什么呢？除了前面讲了很多这个双方什么讨论什么问题，其中有一段讲，就中苏领导人就当前国际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而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其实他们什么都没谈，你看那个记录就什么他讲的是什么呢？都是就是讲的最多的是跟南斯拉夫的关系，除了他们就是中苏之间的这个联合舰队的问题解释。毛主要是骂这个苏联专家说了很多。赫鲁晓夫说要不然我们就把苏联专家都撤了。他说你这个军队的专家、公安的都撤走，那没什么用了，这技术专家还得留着。主要当然因为这个讲话大家可以看那个毛文稿上都有，所以没谈这个。但是他为什么非要写上这一句？你现在再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你就明白了。这消息一传出来，中央情报局做了很多的评判。因为赫鲁晓夫走了没几天，他是8月4号走的，23号炮击金门开始，所以所有的美国的情报评估单位部门都认为这事儿是赫鲁晓夫跟毛俩人在北京密谋的。美国国务卿当时就说这个事儿一定是这个苏联跟跟中国商量好的。其实没有，赫鲁晓夫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后来这个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59年双方吵架的时候，就是59年10月2号双方吵架的时候，毛跟赫鲁晓夫就这个事儿有一段对话。赫鲁晓夫说我们都是盟国都是这个同盟国你们在这个台湾采取那么大的军事行动，事先也不跟我们讲一下。毛说谁说没跟你们说不是那个国防部什么跟你们说了吗？后来说哪儿说了？说没有这俩人就讲说不谈了，过去了。你看那个记录就这样。后来是历史学家，因为这个记录当时没有公布，谁都不知道，是刘晓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写的这么写的，说中国事先通过国防部通知了苏联。后来我就查了查，刘晓他怎么知道的？他参加那次会谈了，10月2号那次会谈，所以他听毛这么说了一句。后来很多史学家写东西都引用了这个，说事先通知苏联，但这逻辑上很不通如果你事先通知了苏联，这个炮击金门以后，苏联还专门派人来了解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就是现在披露出来的档案，那说明苏联当时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中国要干什么。那另外有2个最重要的档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在58年这个11月20号郑州会议的时候有一个讲话，
那是在党内，说同志们都知道炮击金门这个事儿，说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儿是这个我跟赫鲁晓夫商量的，其实我一个字都没告诉他，我告诉他一个字都算我告诉他了。这毛当时其实是非常得意的这件事儿，他就诓了赫鲁晓夫一道，让他来，完了做那么个架势，又把声明又写的什么双方啊，就这个国际问题进行了什么深入讨论，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其实赫鲁晓夫都不知道他要讨论什么。第二次就是赫鲁晓夫来的那天，赫鲁晓夫是59年9月30号到北京，就是他第3次访华。那天他们俩人谈话谈得挺不错。现在这个记录也看到，在谈这个记录的时候，毛说的就更明确了，说赫鲁晓夫同志，这个炮击金门这个事儿我事先没告诉你，是当时我还没想好到底打不打，就你来的时候，他跟他说他不是8月初来的吗？他刚走他就打了，所以毛给他解释这个事儿，说呀，你来的时候那会儿我还没想好到底打不打，所以呢就没跟你讲。他说这美国人呢都以为是咱们俩商量的，结果你看调的美国军舰来回乱转，也是讲得非常得意。当时赫鲁晓夫就不大高兴，但是赫鲁晓夫没说什么。10月2号毛为什么要反口了？双方是吵起来了。因为印度的事其他的问题以后我们再讲这个。所以毛呢就跟他说我是跟你们说了，其实是没说。所以这个事儿呢，一个反映了就是这个中共当时的外交方针跟苏联呢已经发生了分歧。另外呢，作为这个同盟国，你采取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事先没有知会苏联，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作为盟国关系来讲，是你中国主动破坏了这种盟国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发生了一些问题，也是弄得苏联人非常不高兴。什么呢？就是响尾蛇导弹。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当时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用的这个米格机性能还是不错的。那么在空战当中呢，至少是这个势均力敌吧，所以它能够进行这个全面的炮击。后来这个国民党呢就老想让美国援助，但是美国呢也不给他直接的援助，后来就说这样子吧，给你送一些那个给你运了一些响尾蛇导弹。这个响尾蛇导弹是当时最先进的空对空的导弹。苏联当时正在研究这个，他没研究出来，美国研究出来了，也没地儿用，就先搁在这个台湾，说你们先试试用。结果一试非常有效，咚咚几个炮，那个导弹就把那中共飞机打下来，掉下来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掉下来的。那会儿还不知道这种就是空对空的导弹，原来一般都是机关枪打嘛。发射了4颗导弹，有1颗掉地上没炸。这后来这个苏联这个情报部门得到这个情况，就管中国要，说我们正在研究这个空对空导弹，你赶快把那导弹样品给送过来。中国就不给，这拖着，说这你看什么在这个仓库，明天那个铁道有问题什么，反正一直拖。后来这个苏联就非常生气，赫鲁晓夫不干，说你们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苏联给的。你现在弄的这个地对空导弹，这个聂荣臻他们更正搞，这不是也是都苏联的图纸，苏联的这个技术。说我们管你们要颗导弹，还不是你们的，不是美国人的，你都不给。说咱们还算盟国吗？后来苏联呢也故意拖延给这个中国的那个地对空导弹的那个技术材料。这聂荣臻这个跟那个谁钱学森他们在搞这个，就着急了，说我们这现在研究到一半了，你这个后续材料不来，就找周恩来。后来最后没办法，那算了，赶快把这导弹给他发过去，装箱给发走。发到这个
苏联这个技术人员把这箱子打开一看，这拆的乱七八糟，这装不上了。就中国原来他想自己想研究，这个研究最后那个毕竟这个技术达不到那个程度，拆是能拆下来，不知道怎么装。后来就一回，特别是把一个什么给弄没了，一个这个，因为他那个响尾蛇导弹有一个那个红外线制导系统，那个当时是非常先进。苏联技术人员发现没了，应该有这么一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中国人靠下不给啊，还是当时给摔坏了是怎么回事。反正这个事儿弄得这个苏联是非常恼火啊。那么这么几件事儿发生了以后，而且对，在这个台海危机的后期，因为当时呢美国呢要出面干预，这个威胁中国说，如果你们再不停止的话，我们就要使用核武器。在这个时候苏联又出面帮了中国一把，所以赫鲁晓夫就发表一声明说，如果美国使用核武器，我也使用核武器。那当然把这个事儿就给制止了。我还看到毛专门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感谢信啊，非常感谢这个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们一把。所以这个弄得赫鲁晓夫就更不高兴了，说你们中国人就是反正你扛不过去了，你就找我来帮忙啊。就这次台海危机这个事儿呢，就使得中苏之间的不但感情伤了，这个也显露出对外政策的分歧。那么这是到了58年的下半年，跟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呢，是涉及到这个就是国内的政策，什么呢？就是人民公社的问题。因为毛泽东从这个莫斯科回来以后，就开始全国大炼钢铁，搞大跃进，上半年是动员啊，什么这个成都会议啊、武汉会议啊、南宁会议，就一个会一个会的开，到处就是动员，搞这个大跃进啊。结果大跃进呢，弄的是鸡飞狗跳墙啊，整个计划全打乱了。过去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苏联对这个中国大跃进很不满啊。我看了很多材料。这个没有看到说对中国大跃进有什么特别的不满或者攻击的这种材料。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在国内政策问题上发生分歧，在哪儿？人民公社问题。到了58年的下半年，跟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呢，是涉及到这个就是国内的政策，什么呢？就是人民公社的问题。因为毛泽东从这个莫斯科回来以后，就开始全国大炼钢铁，搞大跃进，上半年是动员啊，什么这个成都会议啊、武汉会议啊、南宁会议，就一个会一个会的开，到处就是动员，搞这个大跃进。结果大跃进呢，弄的是鸡飞狗跳墙啊，整个计划全打乱了。过去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苏联对这个中国大跃进很不满啊。我看了很多材料，这个没有看到说对中国大跃进有什么特别的不满或者攻击的这种材料。因为大跃进从苏联报纸上和这个当时苏联内部讲话，他们还认为大跃进是一个群众性的能够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么一个运动吧。只是对大跃进提出的一些指标，人家有怀疑啊，说这个中国1亩地能产1万斤粮食。人不信，说有一农业专家，哟，还真算，怎么算？算种8茬你也到不了1万斤呢。
他不知道那中国都是收好的堆起来，你看他把那麦子从8亩地隔一块堆到1亩地上，然后把个人扔上去，说你看你这麦子长得多好，这人上去跳舞没事儿。照片啊，人民日报登出来的大照片，所以弄得这苏联人呢说这中国这怎么可突然就变成这样了，这么厉害。这大炼钢铁就更不得了了，就凑没数。我小的时候我们都干过这事儿，把家里那个凡是金属的锅碗瓢盆被全都扔到炉子里去给烧了，本来都成品的东西给弄成那个原材料，然后再去炼，重新炼出来全是废铁。为什么他不懂啊？都是各个学校也弄小高炉，农村都弄。你是看那个谁拍个电影，那葛优，那个叫什么名字？活着，对，讲的就是这段事儿，那就那样。毛是特别高兴，毛是站中南海岸，他说他就愿意看着满北京全是烟囱。我说那多好，哎，所以当时那种情绪，在苏联人看来呢，其实我看大跃进这个事儿，反而推动了苏联也搞这个就是超计划呀，这个一些这个超前的一些这个生产计划什么的啊。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双方没有，除了苏联可能更冷静一点，更科学一点，哎，包括我看他们苏联专家有个写的报告。说你光说你要上这个什么炼铜厂啊，什么铜厂，你也不想想你那个材料够不够，你那个动力够不够，都不算的，哎，所以大跃进是胡乱来。但是呢，苏联并没有，因为就是中国你搞大跃进，它涉及到一个问题，它就是突然的进口量要特别大，是吧？它要苏联给很多这个进口设备啊，进口什么东西。那个时候苏联很多，我看了一个材料，下达任务啊，都是加班加点给中国制造。哎，我还看一个大标语，就是为了中国的什么什么，就大跃进怎么着的时候，咱们要加夜班，这个工厂就是苏联的啊。所以说大跃进造成了中苏的这个分歧，这个证据不足。因为西方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这个大跃进呢，它这个需求量大以后，它需要进口多，苏联不能提供，所以中苏就闹意见。这真是一个就是推理，我没找到任何材料。哎，苏联有不满倒不是这个，我看是在这个李强有一个报告，在这个8届几中全会上。8届3中啊，是四中全会上，就是外贸部长李强有个报告什么呢？因为大跃进搞了不到1年就不行，哎，就开始降温，哎，到59年初的时候是58年底的时候，这样子呢，就是当时咱们跟苏联去改签合同，因为你大跃进嘛，你就要增加嘛，就进口的机床啊、设备啊，什么都要增加。所以就跟苏联去签合同，签的时候苏联都签了。人当时就提了一条，就是你们这中国呀老变来变去的，因为55年、56年的时候就是冒进、反冒进又反冒进，就折腾那么一回。他说咱们可别那个刚签完合同，你们又不要这东西了。说因为我们都是计划经济，我安排了生产，我就要配原料。什么运输各方面电力全得给它搭配，我刚调整好，说你们再变，我们可受不了。哎，李强说这不会变，我们这大跃进要持续发展。啊，到年底果然不行，这各方面全失调了。中国有同志说那个不要了啊，那个也不要了，又减少，弄得苏联非常被动。所以真正这个，因为大跃进就是西方这个原来。这个说法是靠不大住的。那么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在国内政策问题上发生分歧，在哪儿？人民公社问题。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
中国要搞人民公社了，说这个人民公社好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啊，就像毛讲的说，人民公社集这个工农商学兵于一体啊，说这就是一典型的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雏形啊。说当时中国人认为呢，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个人民公社，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因为毛呢一直认为这个苏联搞太慢啊，他说苏联一天到晚说向社会主义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嚷了40年了。这不是从1917年正好到1958年40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咣啷咣啷老响，这人老下不来。说你什么时候过渡到共产主义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找到一个这个合适的方法。现在我找到了，什么人民公社啊？说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多好啊！这个大家集体劳动，又办工厂，又办学校，还有民兵啊，整个这社会就分成一个一个的公社，然后集合起来，不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当时中国呀也是搞得从这个8月8号以后到8月底，不是到这个58年底，然后到59年初，一下嗡的一下就全国全都进入这个公社化，都是几个月内啊。特别是58年那个秋收以后，哇，这农村全吃大锅饭了啊，把那个家里的锅灶全砸了，炼钢去了，用不着了。说以后都白吃白喝呀，而且你不用自己在家里做饭了，都是食堂做。你看那个活着吃面条没完没了吃，就吃，反正吃公家吃呗，啊！所以58年那个公社那会儿闹的，结果到年底，特别到59年初的时候出事儿了，把那种子都吃了，第2年种什么呀？啊！而且也没有计算，也没有什么核算，开销特别大。这个苏联呢，因为中国提出了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核心，就是毛的想法是认为呢，中国现在在生产力上虽然还赶不上苏联，但是变革生产关系可以走在苏联的前头。所以他在党的会议上讲，他说啊，中国人民公社办好了以后，离共产主义就不远了，很可能说我们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苏联是老大哥，咱们到了共产主义门口，咱们不进，咱们让他先进。这口气之大，这个就当时毛的心态特别好，他认为他武装夺取政权已经给这个各国人民创造了一个这个一个榜样啊，就是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这么一个榜样。然后他又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再加一个大跃进，又为这个人类创造一个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这样中国呢，只要大跃进成功，生产力一上来，那中国无疑的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啊。所以当时呢，他提出这个，在苏联呢，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啊，因为苏联领导人呢，这个苏联啊，他不是没搞过公社。1920年的时候，就是苏联是这样的，1918年呢开始向这个农村搞十月革命，就是因为十月革命是发生在城市嘛，对吧？那夺取政权了以后，广大农村那会儿还都是这个孟什维克和主要社会革命党把持，所以布尔什维克呢开始向农村进军，向农村进军搞什么呢？就像中国这个土改似的，他推行公社化，
就全部都是公有。但是到了20年就有问题了，搞2年搞不下去。你看列宁全集里头专门写了一段，说这公社没法办，说这公社简直就成了养老院了，大家都一天到晚坐那晒太阳等吃，没人干活。说不行。所以后来呢，当然这个在21年呢开始搞这个，就它叫这个什么个体农户，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包产到户那个意思吧，跟中国差不多。所以新经济政策呢主要是靠这个个体农民发展。但是到了这个27年的时候呢，又发生了这个就是谷物危机，就是他粮食收购不上来了。粮食收购不上来呢，斯大林就认为呢，都是富农囤粮。富农之所以能囤粮呢，是因为没有一个人管他，完全靠市场。说这不行，所以提出来这个搞这个集体农庄。你把富农全部都赶到西伯利亚去，几百万啊，富农啊，你只要他当时他这个定富农，因为很难了，因为革命他已不是革命前是吧？谁有多少，反正你不交粮食，你就是富农然后你们全家上火车去西伯利亚，几百万人就这么弄到西伯利亚，剩下那些交粮食的得集体农庄。所以后来苏联呢一直在搞这个集体农庄，他那个集体农庄呢跟我们现在理解的不大一样。苏联这个集体农庄它是发工资的，我看搞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毕竟他搞了那么多年，虽然开始很残酷，但是后来慢慢大家都习惯了，都习惯了嘛，几十年过去，后来到苏联解体的时候，说把那土地再分给农民，没人要。他自己他都不会，因为苏联的事他已经机械化到那种程度，而且苏联跟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那个土地太大太多，没有什么拖拉机，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法耕种，所以它不适合个人搞。苏联就认为呢，说这个集体农庄呢是逐步将来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认为你现在中国说我们现在苏联都搞不了这个全民所有制，你中国这么落后，你能搞全民所有制吗？他不相信。另外他最这个不满意的就是中国老拿这说事儿，说这公社化比这个人民公社比这个集体农庄要先进，结果弄得这个东欧特别是像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都要学中国的人民公社。因为这个东欧人吧，原来就对这个集体农庄很不满。他集体农庄有一个很不好，就是他这个都是强迫人家非要加入集体农庄，所以在那个人们心目当中呢，就有一种抵触情绪，整个在东欧，这是从48年一直到50年代初都是这样。而中国呢，5、6年以后，这毛泽东的形象和影响呢，在东欧特别好。比如说他提出百花齐放，这个在匈牙利特别受欢迎。因为匈牙利知识分子说这个裴多菲俱乐部一天到晚讨论，说就学中国百花齐放，非常好。到59年，中国又提出一个要搞人民公社，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反正中国提的都好，就跟着中国学。不但东欧啊，这个中亚那几个共和国苏联的也都要搞公社，这苏联就有点着慌了。因为本来啊，这个59年是还是58年底59年初吧，那个苏联专门成立一个就是研究小组，安德罗波夫为首的，就研究中国这公社的，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也弄不清楚。因为很多苏联到苏联传的呀，都传邪乎了说这个人民公社是这个没有家庭了就是男的住一块，女的住一块，然后全一色的穿一样的衣裳，哎呦，那传什么的都有。你看那个材料里头非常有意思。
所以他专门这个苏共中央组成一个小组在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呢，最后他给中央写一报告，说呀，中国这个人民公社呢，估计是毛泽东的主意。他分析各种讲话呀，是这个什么？那是中共中央呢是非常看重的一件事儿。这是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是这肯定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做法。说中国人太激进，想的事情想得太简单，这么这个风风火火的，早晚是要出事儿。第三，鉴于这种情况，苏联怎么办呢？你也不能支持他。说咱们要一支持，那就乱了。咱们要一支持，那整个苏联呀、东欧都学这个人民公社。说这不行，所以不能支持。那你也不能反对。说因为这是毛泽东提出来，你要反对，你不是把矛头就对准他了吗？那就影响中苏关系了。所以怎么办呢？沉默，就是咱也不说好，也不说坏，就不说。所以你看，从这个58年8月份提出来这个，一直到59年，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苏联官方不置可否对这个事儿，提都不提。58年10月国庆节，苏联大使讲话不提这茬儿。新年这个苏联广播电台发表20多篇报道关于中国的，就是因为毕竟两个是这个兄弟国家嘛，说中国怎么好，没有人提人民公社，所以这个毛呢就很不高兴，我妈的理都不理，沉默就是最大的蔑视。这个其实苏联也不是赫鲁晓夫这人，你知道他这人说话他嘴上没把门的。那个谁，美国一个议员后来到苏联走访，人家那议员就专门问他，说你说这中国这人民公社到底怎么样？赫鲁晓夫当时就说，这公社其实我们都弄不行这个。后来人家回去把这话就说出来了，赫鲁晓夫立刻真理报登着否认，说没有造谣那事，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其实他真的是又反感中国这种做法，特别是中国还提什么说这样子呢，就中国的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验呢，就要比苏联更丰富更先进，这个赫鲁晓夫非常不愿意听那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在跟苏联争夺这个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但是呢他又不好直接的讲，因为直接一讲肯定马上影响这个跟毛的关系，中苏关系所以他否认。但是在这个59年1月份的21大，赫鲁晓夫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提公社，他只是讲含沙射影，因为他那话一听嘛，这中国人都能听明白，但是人家也没直接说你也不好听，他只是说向共产主义过渡呢是有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的，缺一不可。说你物质条件没有达到呢，你不能这个匆匆忙忙的就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个问题是提出来的，但是他也没有不好直讲。到了这个59年春天的时候，要开始春播了，这问题全暴露出来了。大跃进造成的那种损害和人民公社这种体制的不成熟，就都因为什么春播播不出种子去了而且呢不但这样子，因为这个大跃进它造成整个工商这个交通的混乱所以周恩来急了国务院就是要重新调整，这个报上来的材料越来越多，这个毛呢也有点慌了神了
所以其实从59年的春天呢，中国开始降温了，大跃进也开始降温了，这个人民公社也不那么嚷嚷了，说要这个采取不要大发展，要稳定，要内部要调整好，要靠计算什么什么什么，开始讲这些。那么到这个时候，其实党内呢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有看法，所以到这个7月份的时候，6、7月份吧，就筹备要召开这个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呢，本来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压指标，就是大跃进搞得太乱了。从国务院到党中央呢，都已经意识到要调整这个，重新调整计划，要把指标压下来。因为搞那个大跃进呢，就是大家都争相像55年冒进的时候，是大家争相的争指标，弄得把国务院弄得非常被动，所以本来是这样一个。结果这个彭德怀上了个万年书。毛这人吧有个脾气啊，说你彭德怀你这个应该是了解，因为毛知道错了，大家反正我已经开始调整改了就完了。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他递了个万言书你递了万言书就说下边的情况也就罢了。有2件事是毛最反感的，一个呢说他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毛最讨厌是小资产阶级，你们弄个大资产阶级还可以有点气魄，您说我们小资产阶级。第二，他事先他们几个人谈过话，这个毛最这个反感的就是底下自己串联在那儿所以发了个火，开始批这个彭德怀。正好在这个时候，这个8月7没第2天，那个外交部上来一个材料，说这个庐山会议这消息在苏联都传开了他们都认为呢中共犯了路线错误现在在检讨。这个吧也就罢了，这个毛就没吱声，没说什么。第2天又来了一个材料，又上山，说什么呢？说这个天津市委党校和江西的干校开会讨论，大家都认为人民公社搞错了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是什么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等等，讲了很多。这个毛也把这火压下来，也没有爆发。结果又过了1天，外交部又送上一个材料了，说什么呢？说赫鲁晓夫在波兰发表讲演，指责人民公社。这个毛一听就再也忍不住了立刻这个写了一个指示，说把赫鲁晓夫这个讲话印发全会这个大家都这个都看看说这个是不是苏联办不成的事情我们也办不成这个到底人民公社有没有优越性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写了一大篇，最后这个提出来说这个告诉刘少奇说你把这个赫鲁晓夫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给我全文登出来，我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认识赫鲁晓夫就是反人民公社的。第2天这气儿还没消，又把这个吴乔木、陈伯达他们几个人找来，让他们几个那个笔杆子吧，说你们下去整理这个人民公社的材料给我报上来。我准备写文章向赫鲁晓夫宣战，向所有怀疑人民公社的人宣战。在庐山毛的这个火就跟赫鲁晓夫发这火呢转过来，又弄到彭德怀头上去。因为什么后来说彭德怀跟这个苏联说他里通外国？因为彭德怀上庐山之前他正好去东欧访问，
东欧访问回来的时候呢，到莫斯科去了一趟，然后就上了庐山了。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当时批彭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们俩就是里应外合啊，说他们俩先在莫斯科商量好了，然后这个彭德怀到庐山来放一炮，赫鲁晓夫在外边呼应。当然是没这回事，那不可能的事啊。但是后来说他这个说彭德怀里应外合，就跟这个赫鲁晓夫这个讲话有很大关系。其实赫鲁晓夫这个讲话呢，我看了看，他没什么内容。那本来嘛，因为他到波兰，这个你知道，这个赫鲁晓夫出去爱讲演，他到哪儿人家一说我要讲，他就站那讲，是个群众大会。最后人家最后快完了，人家提个问题，说赫鲁晓夫同志，请你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发表一下看法，你有什么看法？这个赫鲁晓夫呢，其实他应该避开这个问题，其实他也想避开，所以他就没有直接评论中国的人民公社，他评论的是苏联的公社啊。苏联说当年20年代的时候我们搞过，后来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成功呢？就是当时不具备这个，从这个思想觉悟也不够啊，物质条件也没有啊，等等，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不能搞。当然他的意思其实也说清楚了，但毕竟人家没骂你，人骂自己还不行吗？不行，所以愤怒不已，向赫鲁晓夫宣战。9月份又发生了中印边界冲突。这个中印边界冲突呢，其实呢，从现在看啊，中国跟印度的关系呢，原来挺好的，啊，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西藏的问题。